大家好，我是佳佳。前几集呢，因为是农历7月所以我讲了非常多呢有关于鬼魅的亲身经历。那么今天呢，要来聊聊有关于妖怪的故事，而且今天要说的妖怪主角竟然曾经在台湾出现过。台湾呢还曾有供奉他的神社残迹。想知道今天的故事内容，别忘了帮佳佳按下订阅和喜欢这支影片哦，谢谢你。说到世界各地的妖魔鬼怪一般来说如果是西方国家，多数的人直觉就会想到吸血鬼、狼人。那么讲到东方国家，像是中国的话呢，大家就会想到僵尸，或者是《白蛇传》里面的白素贞。不过呢，白蛇娘娘现在给人家的印象比较像是神奇啦。那么如果是日本你会想到什么呢？日本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妖怪国家，妖怪特别的多，走到哪里呢都有妖怪的故事，多到还出了妖怪手表呢这一部动漫。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问我就会想到呢座敷童子、花子，或者是裂嘴女，还有河童。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妖怪主角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河童。不知道呢您对河童的印象是什么啊？关于他的描述通常都是身高大约在60到120公分左右，和小学生差不多高。然后呢他的头顶上有一个像是盘子的覆盖物，在这个盘子旁边呢还有一些头发，有点像是地中海型的发型。他的五官长得有点像人，只是呢他的嘴巴像是鸟嘴，也有人说呢是鸭嘴。他的背上呢还有龟壳，全身有着像青蛙一样的绿色皮肤，手指头有人说是3根，有的描述是4根，动漫里面呢还有5根，但同样的是手和脚都有蹼。它们出现的地方大多在河边、溪边、池塘以及沼泽。日本有的地方对他们的描述是说呢，他们是爱捣蛋的妖怪，在你游泳的时候呢会拉你的脚，然后玩起捉迷藏。那有的地方是说呢，他们是会把人拖进水中的恶鬼。但有的地方是说呢，河童他是善良的妖怪，他们会拯救失足落水的人。这样有名的妖怪你知道吗？他竟然呢曾经在我们台湾出现过，而且在当地竟然还有他的神社以及传说的存在。接下来要说的故事呢，是台湾作家周鼎国先生所授权的，同时呢也是台湾妖见录的作者。他是一名热爱台湾土地的作家，从求学时期就走过全台湾的各个乡镇。那么因为他本身的体质比较特殊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呢，就常常遇到一些无法解释的怪事。长大之后呢，在因缘际会下，这种特殊的天分让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能够接收到异世界给他的讯息。而这些异世界的朋友会用意念的方式呢，将他们要说的话用电影的方式呈现给周鼎国先生。其实换个角度想，他省下蛮多看电影的钱耶。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新竹县尖石乡的游罗河。当时台湾还没有光复，所以呢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在西元1909年的时候，也就是明治42年的时候，在内湾派出所呢有一位巡查，他的名字叫做加藤英治。他像往常一样在西河岸边巡逻，因为当时是10月15号，已经是秋天的季节，
正好是管芒花盛开的时期。由于油罗河旁边呢有非常多的管芒花，所以盛开的花田再加上落日的夕阳，这样的美景让这位加藤英治巡查一时看到忘了时间。等到准备离开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当他快走到吊桥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个黑影在管芒花丛中呢沙沙作响，所以他马上呢掏出手枪，对着前面的黑影大喊：是谁？是谁躲在那里？再不出来呢，我就要开枪了。结果没有想到呢，在花丛中竟然出现一个看起来像是小孩的黑影，但是在月光的照耀下，发现呢眼前出现的根本不是一个小孩啊，而是一个呢有着大大眼睛，像鸭子一样的尖嘴，头发呢凌乱，而且他的头顶上似乎还有一个因为月光而反射的圆盘。当时他一看见，马上吓到大喊妖怪啊，然后呢连忙开枪射击。结果这个妖怪呢好像被打到一样，边哀嚎边朝着有罗河的河床边跑。这位加藤巡查马上回到派出所跟长官报告。结果呢所长一听只是觉得他可能过度劳累看错了，所以呢为了安抚加藤只好说呢好，我知道了，那你先回去休息吧，明天呢我会派一些同仁一起去你说的地方看看。隔天一大早大约7点，一群人就在吊桥旁的河床边搜查，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奇怪生物，它的手跟脚都有蹼，而且呢还流着绿色的血液。结果众人就开始大喊，并且呢要抓捕它。但这只妖怪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没多久呢就逃到了泰雅族的地界。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军警势力还没有进入到泰雅族的地界中，所以如果贸然进入的话，随时都有可能被原住民当场斩首。正当呢大家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其中一名爱勇，爱勇呢是指台湾在清朝以及日治时期为了防范山区原住民的攻击，并保护开垦者的安全，同时呢也为了入侵原住民领地所发展成围堵山区原住民的一个爱勇县制度。而这里面的成员就叫做爱勇。这个爱勇当时就在一块大巨石上发现妖怪呢竟然在对面的河岸上。正当大家呢掏枪瞄准妖怪扫射的时候，这个妖怪就跳到了尖石上，随后呢就跳进了大石头的裂缝中，从此不见踪迹，包括呢那个石头裂缝也不见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妖怪应该是被清除了。但奇怪的是从这天起听说这个石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发出哭泣的声音，而这个事件呢也因此被流传下去，一直到隔年，也就是西元1910年明治43年的时候，在5月5日，大批的日本军警进驻到内湾。随着日本军队来台湾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以及一些日本居民。当时有一户来自日本九州佐贺县的河野东湖一家人，他们是因为呢台湾总督府招募来台的，那么主要呢是来台湾做这个新领地的建设以及开发的工作。后来这个河野呢就跟同乡一起来到了内湾，并且呢在这边结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做熊太。这个熊太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爸爸说呢佐贺家乡流传的故事，其中一个呢就是关于河童的故事。在他爸爸的描述中呢，河童是一种善良的妖怪，它会帮助人类抓鱼，还会拯救一些溺水的人。它的感觉并不像妖怪，
反而更像是守护神之类的存在。后来当熊太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学校休息的时间，同学们呢就聚在一起聊天。那么聊一聊呢，就聊到这个不远的地方有一颗叫做尖石的大石头。然后就有同学说呢，听说呢这个石头在晚上的时候会发出哭泣的声音，听人说呢好像里面住着一只妖怪。然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热烈的讨论起来。熊太呢也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听得津津有味。因此一群小学生就决定放学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去那边探险。结果放学的时候，这群小孩子真的找到传说中的尖石。但是呢，一到现场之后，大家发现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哭声，没有妖怪的踪迹，只有一颗呢巨大又普通的石头。因此呢，大家就觉得很无聊，想要离开了。但熊太呢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明明这块巨石上就有一个洞啊，怎么大家都没有看到呢？所以等到同伴回家的时候，他就朝着这个洞穴里面看，结果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而且这只生物长得就像小时候爸爸说的故事里那种会帮助人类的善良河童。所以他当时就非常的兴奋，想都没有想就要求河童呢当他的好朋友。结果河童吓得半死，因为别人看不到这个洞，但是这个小孩子竟然能看到这个洞。而且之前他才被人类用枪追杀，因为枪伤的关系所以只能躲在洞中哭泣。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有人能看到他，还要求说呢要当好朋友。后来这个熊太就发现这只河童的腹部竟然受伤，并且呢一直流着绿色的血。于是二话不说就背起了这只河童跑回家，然后呢把它藏在家中的仓库后方，并且呢还趁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拿家中的创伤药帮这只河童止血。从那一天开始，熊太跟河童呢就真的变成好朋友。熊太呢会偷摘一些家中的小黄瓜送给河童，而河童呢也会抓很多的鱼送给熊太。河童说呢，他的名字叫做麻衣，已经200多岁了在人类呢还没有大量进来之前他就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后来人类开始进来之后，不断的砍伐木头，破坏森林，所以呢他只好找一些溪水啦，没有人居住的地方生活。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一块大石头，从此他就住在那一颗石头里面，一人一河童就这样子长长的玩在一起。而这样单纯又美好的友谊就在一次的洪水意外中呢而结束。因为慢慢长大的熊太常常呢会帮父母去一些野外采一些野菜回来，结果有一天竟然在回家的途中被尤罗河溪中呢暴涨的洪水给冲走，最后竟然溺毙在尤罗河当中。因为河童麻衣接连好几天都没有看到熊太，所以呢他就偷偷的跑到熊太家，这个时候才发现熊太已经溺死的消息。因为熊太是他第一个朋友，也是唯一一个朋友，所以河童麻衣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自责，自己竟然没救到熊太。从那一天开始只要有人不小心被突然暴涨的溪水冲入尤罗河中，他就会去救助这一些溺水的人，并且将这些人从溪底拖上岸边。有一些人在半昏迷之中，就看到救他们的人竟然是一个全身绿绿的，背上有龟壳，头上呢还有一个盘子的小孩。也因为被救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内湾村呢就开始流传尤罗溪中呢有一位守护大家生命的河童住在这里。也因此呢，日本的居民就在这个尖石的不远处建造了一座日本神社，是用来供奉这个河童。
台湾人呢，则是在坚石的对面呢，盖了一座福慧祠，来祭拜这位拯救大家的河神。一直到后来内湾吊桥建造完毕，落水的事件越来越少，关于河童救人的传闻呢，也慢慢的消失。在周鼎国先生的著作《台湾妖见录》当中结局呢是老天爷被熊太以及麻衣的真诚友谊给感动，所以呢熊太就成了当地的河神，而麻衣呢变成了巨大的青蛙石，并且成为这边的守护神。两位共同守护游罗河。在当时日本人呢还曾经盖了一座河童神社，里面有一尊用黄金打造的小河童像。但是呢在战乱之后，这一尊小河童像呢已经不知去向了，而这个河童神社呢也在日本人离去之后呢就荒废了，所以现在呢只能看得到被拆除后所留下的基座。今天的故事大家还喜欢吗？老实说，我个人呢是蛮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出门都是为了工作，很少有时间出去游玩。而对于生于台湾、养于台湾、用于台湾的我来说，听到这样的故事呢，都觉得非常的温馨。不管这个故事或者是传说是真的是假的，对我而言与其用可怕的故事来包装地方介绍台湾，我觉得像这样玄幻又温馨的故事更加适合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那如果你也喜欢妖怪类的故事，别忘了锁定下集的影片再一次跟大家声明今天的故事是《台湾妖见录》的作者周鼎国先生所授权的。当他联系到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荣幸在通话当中听到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呢，我非常欣赏他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贡献，也真心呢觉得他的书非常的有趣。因为很多人一般提到鬼魅或者是妖怪，多数的印象呢都是可怕恐怖的，但是在他的描绘下，这些大家害怕的异世界朋友好像都变得非常的可爱。如果大家对周鼎国先生的著作《台湾妖见录》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各大书局订购。再次谢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如果觉得我故事说得不错，也希望大家帮忙按下订阅支持我一下，因为您这个小小的举动可是会让我开心好几天，而且呢会给我很多继续拍片然后继续说故事的动力。如果有故事或者是想要联系我的朋友，可以到这些地方来私讯我。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周见咯，拜拜。